今天我要说一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爱听的真相：赚钱真的不是你拼了命去努力就能得来的。那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，但我想告诉你，钱其实是你活出真我，忠于内心。当你的能量场变得高级之后，自然而然被吸引来的。它就像是宇宙帮你自动匹配的礼物。你也是会反驳，我都穷得叮当响了，哪有资格谈什么活出真我，忠于灵魂？但这恰恰是把因果关系弄反了。正是因为你没有成为真正的自己，没有听从内心的声音，才导致了没钱的现状。你只是被没钱这个恐惧的幻象支配着，盲目的向外抓取追逐。金钱当然重要，它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游乐场里玩游戏的筹码，能支撑我们的物质生活。但金钱有自己的脾气，它不会赖在一个总想着抓取的人身边，它只会留效，并长久地停留在一个内在能量跟它相匹配的人那里。所以，比金钱更重要的是你强大的内心。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、足够高级，赚钱就成了一件超级简单、超级快乐的事。你不需要做太多，只需要好好培植你的灵魂，仅此而已。如果你觉得这番话颠覆了你的认知，甚至让你有点生气，那太好了，因为你可能要开启一种全新的赚钱模式，一种威力可能比你现在的方法强大100倍的逻辑。不信你看，很多店铺3年都撑不过就关门了。但你生活的城市里，是不是也有那些开了10年、20年甚至更久的老店，现在依然生意兴隆？这巨大的差别究竟在哪儿？我想你肯定会同意，关键在于人，在于老板的经营理念和能力，在于老板的综合素质。挣不赚钱最根本的就是你的内心有没有一个强大又高级的灵魂。你可能会觉得高级的灵魂这玩意儿太虚了，自己要养家糊口，哪有时间玩这些？但我想说，你真正的问题不是穷，而是懒。你的大脑太懒了，懒得去培养这样的灵魂。一旦你有了它，很快就不会再穷了。很多人一生都在贫困的循环里打转，核心原因就是无法摆脱那些限制自己的信念。他们内心太脆弱，既不相信宇宙的真理，更不相信自己内在的力量。那么，一个强大又高级的灵魂到底长什么样呢？首先，他信任真理，敬畏真理，并且按照真理去做。他相信万事万物皆有因缘，相信心念能创造一切，相信因果报应，相信万物是一体的，相信功德福报，相信自己本就具足一切，相信天命良知，相信业力循环，更相信知行合一。其次，他会找到一件自己热爱又擅长的事情，让这份热爱承载着他按真理确立的实力、理想和愿景。他会以奉献、付出、布施和服务作为日常行为准则，全身心投入每一个当下，认真呈现产品和作品的完美品质。简单说，就是把事业、愿力、布施、品质这4个核心要素完美结合在一起。为什么这样的灵魂能让赚钱变得超级简单又快乐？原因就在于，当你相信真理，心中有了信仰，你的内心就会充满光明、喜悦、智慧和力量，不再被无知和恶习遮蔽。你不再做那些颠倒梦想的事。比如，当你相信人起性空，就不会执着于永不满足的向外抓取，急功近利；当你相信因果法则，就会小心翼翼地对待当下的每一个念头、每句话、每一个行动，不再作恶。当你相信心生万法，就会重视内心的建设，用强大的内在能量无中生有，吸引显化一切。当你相信万物一体，就会主动去布施，通过给别人带去美好的变化，让自己也变得更好。当你相信天命良知，就会敬畏它无所不能的力量，每天强化它来帮助你。你看，仅仅是相信的力量，就能让你的行为模式发生巨大而美好的变化，也会慢慢疏远那些让你沾染恶习的圈子，整个人洗心革面，焕然新生。因为你做事的方式是符合宇宙天道规律的，而不是被资本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所绑架。你在热爱并擅长的状态下做事，内心有崇高的愿望牵引，又有强烈奉献布施的需求，你做出来的产品和作品自然会呈现出超高能量的品质。因为你热爱，所以你会很快乐，很有激情。因为你不停的布施，你就永远不会缺少客户和流量。因为你能输出超高能量的品质，你就一定会吸引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回报。整个过程环环相扣，精准无误，让赚钱变得超级简单又快乐。那什么是弱小和低级的灵魂呢？本质上就是他的内心有一大堆关于赚钱的限制性信念，严重束缚了他们获得财富的能力。他们怀疑一切，不相信真理，不信任自己内心的能量。他们物欲很强，喜欢赚快钱。打工的喜欢找活干，创业的喜欢搞模式，玩促销割韭菜。他们喜欢透支信用卡或贷款提前消费，这个懂得安贫乐道，让自己的灵魂变得高级，能量变得强大。他们不懂因果律，急功近利的搞钱，甚至不在乎留下恶业的种子。他们更不懂奉献和布施的原理，不做任何利他之事。他们做事敷衍了事，没有品质和能量。他们不信任内心的力量，认为赚钱很难很累，觉得这一生混口饭吃，饿不死就行了。这样的人一生可能都无法逃离贫困匮乏的轨道，这是一种非常可怜又可悲的生命状态。我简单列举几条限制性信念，你可以对照一下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。
我觉得赚钱太难太累了，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内在灵魂太低级，你不信任自己内在的能量。我要生存，我要养家糊口，哪有时间让自己变得更高级？这说明你对现状很满意，并不是真正想改变。真正想改变的人，总会想出千百种办法来挤出时间。我赚不到钱是因为我能力不行，这也许是因为你没有找到热爱和擅长的事情，没有愿力去布施。如果你找到了，能力自然就会生发出来。没有客户赚不到钱，这可能说明你没有找到属于你的布施方式，你帮助受益的人数还没达到让你赚钱的程度。流量问题本质上就是能量问题。我很穷，我必须去打工。这可能是因为你贪欲太重，不懂得安贫乐道，不懂得改造灵魂，积蓄能量，厚积薄发，从而扭转你的人生轨迹。赚钱的方法本质上只有两种：交换或者掠夺，没有第三种。勤奋和努力能提高这两种方法的效率，但它们从来不是你赚到钱的根本原因。我再给你梳理出3条赚钱的底层规律和认知，耐心看完，说不定能帮你破局。第一条，努力甚至拼命，很多时候只能感动自己。你经历千帆之后会发现，2000多年前的盐铁论就已经揭示了赚钱所有的秘密。就这16个大字：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；利在事居，不在力耕。这句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听过，更别说参透并运用了。为什么光靠体力永远换不来真正的财富？原因很简单，体力是有限的，时间也是有限的，而且补充和恢复体力都是有成本的。这就是为什么穷人一辈子都在为吃喝和房子奔波的真正原因，因为你跳不出拿体力换钱，再用钱去恢复体力这个循环。我们上学都学过杠杆原理，但老师只教你解题，没告诉你杠杆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原理，赚钱也不例外。财富的杠杆其实就是上面提到的术数对方法的应用，以及势居对局势的判断。很多方法论不值钱，我们不细说，重点讲讲局势。比如老人多了，这是人口结构变化的局势。房地产不再是社会经济的核心驱动，这是局势。能源结构在变化，有改变也是局势。有些事情你不顺势而为，不抓住时机，你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赚钱？第二条，认知是决定一切的基础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来自3个层面：认知差、信息差和能力差。这3者里，认知差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能力和信息是可以买也可以借的。你能力不够，可以雇人帮你干，那是买；或者找合伙人合作，那是借。但获取认知没有捷径，只能实打实的一点点提升。而一个人的认知，往往就最终决定了他在社会这个生态位中的位置。这2年流行一句话，说一个人无法赚到他认知范围以外的钱。其实这句话不够严谨，很多人赚到钱可能只是单纯运气好，踩中了一个风口，就像买彩票中的大奖，财富迅速膨胀。但往往你会发现，这样的人返停也很快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大手大脚消费被亲戚朋友借走了，盲目投资失败了。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那句话，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，没有人能够守得住认知以外的财富。这个世界上总有1万种方法，1万种手段把你认知以外的财富收走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，财富永远是对认知的补偿，而不是对勤奋的嘉奖。第3条，重视节奏，把握时机。机会是有时效性的，任何一个行业，任何一个赛道，进得早你就能早好出半个身位，这至关重要。做错事是有代价的，但错过机会往往是致命的。职业也好，创业也罢，其实都不是那种线性的平面跑道，而是爬楼梯。楼层越低，挤的人越多。在这样的楼层里，大家为了往上爬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踩着别人，或者把前的人拉下来。在这种地方待久了，你就会被困在这种拉扯中，反复内耗，无尽透支。所以，不管你在职场还是创业，都要学会前半程需要爆发性发力。花钱的时候，你知道早花早享受，赚钱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干得越早，优势越大。当这种优势不存在的时候，就不要再去碰了。你记住一句话，任何一个行业，只要你看到有人赚大钱的榜样了，那就只有2种可能。这个事已经晚了，不要去碰了。第2种，那就是骗子包装出来的假象，更不要碰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会把他正在赚钱的机会告诉你，如果你听到了，千万不要误以为是你运气好，大概率是对方拿你当傻子哄。最后送你一条获得财富的真正底层原理，把自己这个人产品化，把自己当成一个产品，找到自己的优势，找到自己的卖点，然后努力经营。金钱的真相其实只是一种能量，它总是喜欢流动，朝着高频高能量的方向靠拢。而财富法则就是能量交换的法则，能量交换的多少和方式，决定了你能换取多少财富能量。我们都知道一个企业叫财源滚动，金钱的特性就是流动的、滚动的。如果你总是追着钱跑，你就会越来越累，而且不一定能追得上它。但如果你的能量变得很强，价值很多，自然就会吸引到金钱向你靠拢。金钱的法则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，质量越大，引力就会越大。与其不停追钱，不如让钱来追你。只有当这个能量运转起来的时候，金钱才会源源不绝地流向你。
稻盛和夫有句名言，钱其实不是赚来的，越想赚钱的人越赚不到钱，钱是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后的回报。因为钱的本质就是能量的循环，当你帮助别人实现价值付出之后，自然而然就会获得回报。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点，只是贪婪自私的想要金钱，所以很多人没钱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，而是他们的心念太小，不舍得付出，自然也就容不下金钱，甚至越是死死的想抓住它的时候，反而会失去的更快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很多人忽视的点，就是感情问题。感情方面和钱也是相关的，当爱没有着落，情没有归处，钱也一定是匮乏的。感情受挫的人，要么挣不到钱，即使挣到了也留不住，要么被骗光，要么自己挥霍光。因为情感的归宿是心的渴望，如果你内心经常处于匮乏、恐惧、焦虑、迷茫、脆弱、敏感、自卑的状态，那么钱一定会远离你。因为你每天的精力都用来处理这些情绪了，哪还有精力去提升自己、寻找赚钱的路径呢？而最后一个钱的真相，估计有些人会觉得有点玄乎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你的潜意识就是你的财运。为什么有些人天生就是有钱人？这里指的不是继承家产那种，这大概的意思和性格决定命运很相似。你知道吗？意识和物质是密不可分的，我们的神经系统、免疫系统共同作用在我们的身体上，只要你动了一个念头，你身体的激素就会改变。这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吸引力法则。如果你保持喜悦和豁达的心态，你的情绪就是积极的，身体就是健康的，也会吸引到与你同频的人，圆满的爱情就会离你越来越近，财富的能量也会自然而然地朝你涌动。相反，如果你的内心充斥着恐惧、自卑、抱怨这些负面情绪，那么不仅没有人会愿意靠近一个负能量的你，爱情和金钱也都会抛弃你，甚至你每天情绪的积累，最终都会反映在你的基因上，写进你的生殖细胞里，通过遗传延续给下一代，成为你后代刻在基因中的潜意识。想想你现在的性格、人生轨迹和你原生家庭之间的关联，你就会发现，潜意识不仅是你的财运，也往往就是你人生的命运。从根本上来说，金钱取决于你内在对于爱的体验的深刻程度，取决于你内在爱的表达方式、爱的品质、爱的熟练程度。内心对爱的理解越深刻，体验越深刻，你越是有智慧，就知道怎样更好的利他，怎样更好的服务你的客户。吸引力法则的确存在，但它的核心并不是你向宇宙下什么订单，而是你能够用真实的眼睛发现那个富足到只剩下奉献服务的自己，并且在真正的富足之心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爱的表达方式，通过熟练且有品质的奉献服务，建立自动匹配的无心而为的功德福报回向。你只有具备富足的心灵，才能吸引到金钱。你去钻营算计、追逐抓取金钱，本质上是以匮乏之心为起点的，因果链最终只会给你匹配一个匮乏的物质世界。当然，你可能侥幸会抓到一些钱，但都会很费力，量也很少，而且很容易漏掉。向外抓取攀援，只会让你处于一个慢车道，而建设好自己的内在工程，它能让你进入一个快车道。现在你明白钱的真相了吧？既然知道了钱的真相，那我们该如何把金钱吸引到我们的人生中呢？上面我们说了，财富法则就是能量法则，那么我把自己的能量提升起来，财富自然也就会被吸引过来，对不对？说到能量，其实不仅人有能量，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能量。庄子在齐物论中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乃至人与物之间的连接，其实说到底就是能量的交换。你身上有什么样的磁场，对应的就会获得什么样的能量。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3种从外界汲取能量的方式，这3种方式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。其实第3种会很容易被人忽视，爱并不是一个虚幻的词，它是能创造奇迹的关键。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说，爱是一种伟大的自私，是一种特别的欲望，它能激发你源源不断的动力。有了爱，你才会心生欢喜，才会动力满满。那该如何去爱呢？或者说，如何用爱来汲取外界能量呢？第一个方法，感恩，或者说是感激。感激你遇到了一切。很多人一提到感恩，就只想到父母或贵人，但事实上，我们要感恩的远不止这些。老子总说过，雷霆雨露皆是天恩。那些所谓的好与坏，从宏观角度来看，都是能让你变得更加美好的功课。当你能对一切常怀感恩之心时，所有的挫折磨难都不会将你打倒，他们会成为你的磨刀石，让你的宝剑变得更加锋利。当你遇到滋养你的事物，你所回想的感恩会为你汲取更大的帮助，也会成就更好的你。如果一个人连感恩都做不到，那便会让别人认为这个人是白眼狼。这样如何让外界给予你更好的力量和帮助呢？有些人可能会说自己的家庭多么不好，从小父母都没有关心过他了，甚至一直在榨取他，这也要感恩吗？虽然父母有赡养子女的责任，但父母也可以选择不尽自己的责任。所谓的责任只能赋予给自己，而不能强加给别人，不然你会一直痛苦。我指的痛苦不仅仅包括你的内心，还包括你外界的反照。所以父母只要把我们生下来了，我们就应该感恩他们赐予了我们体验人生的机会。不论你过往的人生是怎样的，这都是一门功课，做好了这门功课，
你的人生就会得到升华，慢慢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改变。第二个方法，付出。付出这件事，从自私的角度来说，有点像撒网，你不把力量释放出去，你如何收获更多的能量呢？老子说过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。如果你不能给别人带来他想要的价值，你如何得到你想要的价值呢？当然，这只是从谋略的角度来说，从这种角度来讲，付出的意义实在是有些层级太低了。付出的真正意义是什么？是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一个人只有在不断付出的时候，才会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。施比受有福。一个人越付出，得到的就会越多，心态也会越来越好，好运也会源源不断的来到自己身边。所以，当你想要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不妨多付出些。也许一时没有满意的回报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一定会变得更好。说到这，给大家一个提醒，从来都不是能者多劳，而是劳者多能。劳代表付出，你付出的多了，本事自然就更大了，本事大了，能力和成就自然也就更大了。第三个方法，真心赞赏。现实中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心态，既怕兄弟过得苦，又怕兄弟开路虎。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是社交圈里那个最牛的人，最被大家崇拜的人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观念，让我们潜意识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个竞争社会，从小就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。这样的情况下，难免会生发出攀比之心。谁不想让自己成为骄傲呢？暗示这种攀比竞争的心理，其实是一个毒性极强的陷阱。它会让孩子潜意识认为，学习不是为了学会知识，而是为了打败别人，成为那个被关注、被表扬的人。只有赢过别人，才能得到老师的关注、爸妈的认同、亲人的称赞。只有赢过别人，才能赚到钱，自己的人生才有意义，才值得被爱。所以，即使成年之后，这个毒依旧还在，我们一样会下意识地把周围的人都当作潜在的对手和假想敌，比身高、比颜值、比存款、比绩效、比阅读量、比跑步公里数等等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，你们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，各有自己独特的剧本，你干嘛要自卑的和别人比某方面的优秀呢？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是你周围朋友中最优秀的那个人，那可能意味着你已经到达了你人生的瓶颈了。有句话叫做，你的财富等于你身边5个人的平均值。如果你不想让身边的人更好，那你自己也好不到哪去。大家好才是真的好，并不是一句空话。只有你身边的人更好了，你才能得到更好的帮助，才能汲取更好的能量，变得更好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你应该真心赞赏身边的人过得更好，承认他们的成绩，或是承认他们比你更优秀。因为他们的更优秀，意味着他们在某个时刻是可以帮助到你的，而不是他们总指望着你去帮可了。只有这样的心态，你们才能相互滋养，相互托举，达到更高的高度。而且，当你真心赞赏他人的时候，你的内心能获得一份平静，能客观地看待周围的事物，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，知道自己的优点与不足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，也会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。也可以借由这4个字感受到生命更大的自由，从原本那种紧张的、渴求认可的、争夺被爱的心智模式中逐渐松绑，开始用意识、语言、行动来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。别人也会因为你真心赞赏获得更多的动力，也会有种知己难求的感觉，然后给予你更多的帮助。钱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，它不会永远专属于一个人。人这一生拥有多少钱都是有自己的定数，如辽凡四训所说，想千金之产者，定是千金人物；想百金之产者，定是百金人物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拥有多少钱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运气，每一次的不期而至，都是你给自己累积的福报。俗话说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人的命数，一部分来自天定，一部分却来自后天。培养你的习惯，你的性格，决定了你这一生会有的运途。让钱追着你跑的秘密，便是让自己成为一个勤奋、善良、懂得感恩的人。